好，各位观众啊，今天是10月8号啊。I'm Dr. Bonnie Henry, Provincial Health Officer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this is our COVID-19 update for today, October 8th. I'd like to start by acknowledging that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the keepers of this land and to be able to speak from these lands today. 好，关键的时间到了。 We have a total of 110 new 110 cases 个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COVID-19, including one epidemiologically linked cases, bringing our total to 10,066 people in British Columbia. 10066个了啊，总计超过1万了。 3,693 people in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5,174 people in Fraser Health, 223 people in Vancouver Island Health Authority, 557 people in the Interior Health Region, 330 people in Northern Health, and 89 people who generally reside outside of Canada. We have 1,394 active cases in the province right now, 76 of whom are in hospital, 17 in critical care or ICU. In the hospitalized patients, 35 are in the Vancouver Coastal Region, 37 in Fraser, 1 in Interior, and 1 in 76个住院，17个在重症监护。 We have 1 new death. 一个新增死亡。昨天是没有的。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who died from COVID-19 in British Columbia to 245. 一共是245个啊！我们的诚挚的哀悼给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和朋友们啊。 Our condolences for this. 这个就是我们诚挚的哀悼。 We have 3,139 people under active public health monitoring and 8,398 people who have now recovered from COVID-19. There are no new healthcare outbreaks today, and the outbreak that was declared at the milieu 已经没有新增的社区爆发，也就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个 that leaves us with 17 active outbreaks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所以现在还是17个，也就是说3个是急诊性诊疗所，14个剩下来的14个长期护理院那么其中还有500多个是这个医院资源没有社区新增死亡爆发说了，对不起。 area in the interior health has now been declared over. 有一个是 continue to have some community exposures. 他说我们还有一些是社区暴露情况。那么大家可以具体到我们的 BCCDC 网站上去具体信息。那么从流行病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每天关注的是新增案例我们每天做的怎么样？我们每天的这个形势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到达了一个阈值，超过了1万。 超过了1万我说的比他早一点了，超过了1万。 And we know that that's an underrepresent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is virus, and that there have been more people, particularly early on, when our access to testing was limited. 那么他说有可能还会增加，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检测的能量有限。那么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比其他省份好得多。这个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努力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工作受到的影响至少是245个家庭，对吧？这个是死亡了嘛。 It is a reminder. 所以这个也是对大家一个提醒，我们一定要还是继续要做，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我们的动作慢一慢，行一行停一停，我们每天要做出理智的选择如果我们早期发现，早期隔离如果见面的人少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曲线就会拉平。 那么所以我们也是告诉大家，稍微一松，马上变化就很大。 所以谢谢你们每天所做的努力，我们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大家对社区的关怀和支持。我也是收到了很多，每天收到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有些人已经收到阳性了测试阳性了，所以我们所要求大家的
我们要是看到他们是跟其他的人的互动情况，他们参与的这个深度怎么样。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你们永远不会是孤独的我们永远在你们在一起，我们的公卫系统永远是在需要的地方会出现我们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行为指导告诉大家如何做，如何避免，如何安全。那么随着生意的开展，工作的恢复，我们都有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有一个参考。那么同时呢，如果你不舒服就待在家里，这样的话你也舒心，其他人也舒心不要有压力。所以我们北京每天大家都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定要清楚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产生的行为的后果。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资源能够来支持你们把生意开起来能够把这个工作恢复起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BC-CDC 的网站可以看到很多的措施建议。那么我们每天呢还有一个自检的一个症状的自检，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有一个很有帮助也给大家一个好的概念。所以我们也要大家也要相互关注有没有这个他们跟谁坐在一起到了多少时间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能够使跟踪能够到位跟踪的方法有效。那么我们的资源能够这样的话呢让大家资源和资源保持距离，那么而且呢他们接触的人少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呢工作场所就会必须要安全，那么而且呢保持工作场所人数少一点，所以这样我们的公卫系统的跟踪调查这样呢也会行之有效。所以我也鼓励大家，特别是这个每个单位营售业都会相互关心那个每天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到哪里去，待了多少时间，那么万一测试阳性的话能够很早对我们公卫系统的跟踪调查会有很有帮助，很有效的措施。那么马上就要长周末了，感恩节到了，我也是之前说过让我们希望今年过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待在家里待在本地那么希望我这个风险不要到处带来带去今年的不一样Yet there is very great things that we can be grateful for.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我们可以很多的事情去感恩，形式去感恩去。所以支持你的家庭如何支持就是希望大家接触的人少一些进去的人数少一点。那么如果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你自己不舒服就待在家里，这也是对我们的公卫系统工作的支持如果你出去那么也戴个口罩，如果不能保证安全距离We need to all continue to do our part.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又来了我们的3个著名的 kind, calm and safe 大家很清楚了，这个是他的有名的。那么我再重复一下，在昨天到今天的24小时里边新增了110个，那么总数超过了1万，现在累计是10066个。那么这位女士问的是这个流感疫苗，那么她说今天市里边有些已经正式宣布开始有了。那么她说我是担心的是有没有足够的流感疫苗给大家打我也希望她说有足够的每个人都能打我们已经我们在全球透过联邦都是在寻求货源
with their influenza season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流感季节马上要来。所以他说4月份、5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订了很多。那么我们已经很多厂呢在加班加点在做，我们也是受他们所累。他们交货慢。那么他说大批量说接下来的2个礼拜都会来。The end of October into November, so we expect that we'll see much more vaccine available. 所以他说到了8月底、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各种牌子的这个流感疫苗。所以我们会部署到各个药房、各个诊所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的得到这个越快越好，越多越好。那么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打这个流感疫苗。So it is an important year. 所以今年是特别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自我保护。This vaccine doesn't protect you from COVID. 他说这个疫苗，流感疫苗不是保护你不受感冒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比较词比较少，英文里边influenza 就是 flu。这个是流行性感冒，和那个 cold 不一样 ，cold 是我们说的着凉不一样。他说这个流感疫苗不能保护你受凉不一样的，这个概念不一样。Healthy, relatively younger people maybe wait and allow the older or more at-risk population to book the appointments now? Because as I said, 那么他说现在因为这个流感资源有限哪一个人群优先照顾鼓励大家先去打，是年纪轻的人还是年纪大的人等等等等哪些人去可以等一等。他说你这个建议很好。那么他说马上就会很多疫苗会来所以对大家来讲那些这个工作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高危险的人先打，让他们先打。Have special clinics for people in long-term care. 那么特别是那些长期护理院的诊所我们让他们先打，让他们有优先照顾包括了这个工会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等等很好。Hi, Dr. Henry. On the BC CDC website, it talks about how children are at low risk of catching and spreading the disease. That children, 那么这位先生问的是孩子们的对新冠的这个风险和传播的问题。他说孩子们这个传播率不多。Percentage of cases with kids. Can you kind of speak to the research that has led to that assumption or conclusion that children are not as I guess they don't spread it as much as adults?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假设？他说孩子们的传播是不是就不像大人那样厉害？他说你可能是指的也是我们 BC CDC 也有一些关于孩子们的这个一些回顾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其他省份我们也累积了世界上的一些数据。你可以去看一看包括一些论文包括一些孩子们特别是10岁以下他们好像不大容易传播severe illness and less likely to pass it on 或者是传出去或者是感染到这些新冠病毒我们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年龄真的是像魔术一样那么如果年龄越大呢这个孩子们包括10几岁就慢慢到成年人就算是也很少当然比10岁以下的多一点所以说我们也当然也是很仔细的在观测这些年龄组他说总的人口10岁以下的很少很少我们 BC 省的情况也是这样包括全省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规律所以他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证据都是支持这个观点Sure. So what does it mean that before September 10th, 9% of COVID cases in BC were
between ages 0 and 19, but now in the past week, 12.5%. 那么这位先生说，你9月10号说的是我们 BC 省10岁以下是9%的得病率，那么现在呢是12点几了，安省也是有点多一点。他说这个呢也是反映了一些事情啊。那么现在因为开始对孩子们的测试越来越多。特别是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很多我们之前孩子们都不检测或者是重点监测，现在都开始测了，因为很多孩子们开学了之后，我们要开始让他们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那么我们BC 省看到了，总体来讲，他们还是低于10%。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们也是很健康。所以因为根据人口的总人比例来讲，还是不成比例，就是孩子们不容易得这个新冠，不容易传播新冠。那么也是对孩子们的测试阳性率来讲也很低很低。他说阳性率很低，1000个里边只有7%那么有些还没症状。所以还是很低很低这个也是相对来讲还是整个我们的 BC 省这个孩子们的还是很低。所以我们也是当然了，但是我们公共系统该调查还是要调查，尽职调查还是要做。The fact that this is spread more easily in certain environments.And those environments tend to be places like long-term care homes.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最容易传播病毒的地方，还是主要是长期护理院所以等等。那么他说开学已经快1个月了，我们也没看到在学校里边传播的情况。那么他说收到测试的话过去24小时里边我们完成了12000个测试厉害。那么他说针对有症状的人去测，现在阳性率还是低于1%这个很重要今天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有症状的去测下来阳性率还低于1%大家稍微放心一点那么这位女士问的又是 BC Carry 了BC Ferry 就是那个轮渡，今年这个礼拜又是长周末了那么他说这个跟你们又不一样，你们要希望大家嘛待在家里，不要走来走去，知道吧他说是不是那么你看那个轮渡又是这么安排。I think we're at the spot where we want to have a balance. 他说那么医生又把这个平衡论拿出来了又要平衡，又要安全，又要大家尽量待在家里，又要安全，又让大家享受生活，所以这个平衡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他说直系亲属之间相互走来走去这个有渡轮等等等等我们 BC 省里边还是要享受生活包括很多很多岛大家很多希望大家走来走去希望你们的人群少一点不要需要大规模的人群聚集。But it doesn't concern me so much. We know that there's still restrictions on numbers that many of the ferries are他说我知道很多的渡轮也有一些对人员的这个限制是有的。Yes, I do. I'm just wondering about some of the amateur sports clubs, especially for younger people, are suggesting that if their members go off island and then they return, they quarantine for a period, or if they're entertaining anyone this weekend from the mainland, that they be excluded from those activities for a week. I'm just wondering what your thoughts are on that.Yeah, that's not the public health advice that we have. 那么他说了，这位女士问的就是说有一个运动队也是对孩子们的要求，如果你们这个周末如果到岛上去过或者说出去过了，那么回来要戴口罩还要隔离。那么他说这个呢都不是我们这个公共系统的要求的这些措施。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自我的检视自己如果到说错了不是岛上到魁北克去那么也
是当然了，一定要14天的，这个回来是14天。所以他说很多有些人是要求是额外的一些措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关键的是关注很多的措施是不是到位，能够落实到位特别是那些孩子们能够不要分享食物能够就算是聚在一起那么就不要密闭环境里边去长时间待着，这个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的。I assume that's me. I didn't hear the first part about that. Yeah. Dr. Henry, I've received a bunch of emails about people working here in Victoria, public servants. And you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about returning to work and what workplaces are supposed to do. 那这位先生问的是你有没有见到过很多邮件文发给你了都是岛上的这个公务员他们的一些担心省政府的这些公务员他们写的一封信给就是要他们回去上班的问题他说我当然知道，因为我是给他们提供卫生建议的我们也有很多每一个工作的这个建筑都有新冠疫情的卫生措施我们不给他们有大量的会议不允许大家在室内再去吃饭，不鼓励大家所以做一些的安全措施都有，希望大家能够落实遵守那么有些团队呢必须是回来的，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是人和人之间见面讨论问题那么这个环境下呢我们也需要严格遵守我们的卫生规范有一位网友，谢谢你的鼓励。As we head into the Thanksgiving weekend, can you give us an update on when the visitor restrictions will be amended for our elders in long-term care? 那么这位先生问的是这个长周末的感恩节，你们有没有修改我们对这个长期护理院探视的修改，这个规则的修改？他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这个支持长期护理院的卫生措施做一些调整包括有些地方还是我们要这个始终坚持的那么我们主要是关注的是能够一贯的这么做下去I can't really say more than that other than each facility is working on this. 所以他也是说到了这个每一个长期护理院都是在遵照我们的这个行为指南在做。Family members as essential caregivers, so they can be allowed to see their family members. 那么核心家庭成员能不能去看老人We have defined that quite broadly, and it's up to each individual. 他说这个是每一个长期护理院自己去规定是不是这个家庭他说的就是说探望老人还有就是这些护理员能不能也是作为家庭成员去看去照顾这个他说我们也是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护理院它都有自己的具体政策那么我们也是公卫系统人员也是积极的帮助他们这个估值这个他们的这个卫生措施。Just wanted to ask you about education in schools again and what harm could come from the public knowing 这位女士问的还是学校安全问题。那么主要是学校那个 exposure 就是暴露的情况下，教职员工们的如何防护，包括孩子们如何防护。特别是在学校里边。他说学校里边有很多事情你应该知道我们每天要跟踪调查我们的公卫系统每天要收集每天要收集这些数据。那么我们也每周期性的看那么措施如何他们的这个卫生情况怎么样。
Yeah, just regarding the confusion and the mixed messaging that we're getting about why runny noses and sore throats are no longer. 那么这位女士也是问，为什么你们修改了，就是每天的自我检查里边把流鼻涕这个去掉了，本来是说流鼻涕就不能够去学校，现在去掉了，上次解释过了，流鼻涕可以去学校。The ongoing recommendations for everyone, including teachers, to stay home if you're not feeling well. Yeah, and it is very much based on evidence and data that we have. 也谢谢 Vivian 谢谢 Steven 你们给我的最大的支持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And particularly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那么他说对那些小孩子们小学里面每一个单独的症状都一个一个列出来我们都给孩子们一个家长一个自我检视的一个列表。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对孩子们了解很多去看如果这个24小时里边有没有改观那么改观了的话那么就可以去学校所以我们都一点点把这些自我审视的列表都做了一些修改那么因为还包括了对孩子们有症状的孩子的检测也是远远阳性率是低于1%。那么他说很多孩子们仅仅就是流鼻涕就是流鼻涕这个所以把这个流鼻涕就给把这个单独列出来这个是单独的症状把它列出来了这个跟 COVID 和还不一样所以家长们自己可以去做评估这个孩子们就是仅仅就是那个流鼻涕或者是整天在流鼻涕还是就是可能是着凉的时候流鼻涕那么家长自己可以去决定去学校还是不送去学校那么这个孩子们的流鼻涕跟大人们的流鼻涕又完全不一样的症状性质不一样原因不一样I just want to keep going on this thread about symptoms with children in particular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aybe overlooking something. Are you at all concern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parent self-censoring in the opposite way, that is to say, saying they just have a runny nose, sending their kids to school, and it turns out 这位先生问的还是这个流鼻涕的问题孩子们 if that is the case and we experience an outbreak, would you adjust your criteria and your guidelines? Yeah, so I think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s this is all based on data and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that's ongoing. And so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lots of children in our schools with runny nose, just for example. 他说我们是做出了一些决定都是按照大数据来的那么很多孩子流鼻涕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只是一个单独的症状We would know how to manage it. 所以我们也知道如何去管控这些事情 We know that it usually manifests that at some point somebody will have symptoms and need to have a test. 那么我们也观察到有些孩子有些人他们有症状要需要去测试有些孩子的症状不需要去测试 excluding children from school, lots of children from school for reasons that aren't risky, aren't related to COVID. 那么现在看下来大数据支持就是说很多孩子就算有症状也是跟这个新冠没有关系的症状都相似所以那么很多网友反正观众如果坚持听我们的转播的话也知道今年的流感季节这个流感疫苗很重要我再说一遍请大家去打流感疫苗针今年的流感疫苗针特别重要 You could tell us exactly which there's lots of people who are saying they aren't wearing masks for medical reasons so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outline what kinds of medical 那么他也是说到口罩的问题口罩很重要但是你要能不能给大家讲清楚哪些口罩是有用的他说是市面上很少一些口罩很少那个是能够在医药用的但是其他的因素来讲我们所以大多数来讲戴个医用口罩的话是很不舒
舒服的。那么他说主要是特别是看到很多就算不戴那个医用口罩孩子们都不舒服他们都不想不自觉的把它拿下来，所以对大家来讲很困难戴口罩。那么很多 concerns about things like lung conditions or heart disease, we know that those are not negatively affected by mask wearing. So there's no concerns about, I know there's been things out in social media about carbon dioxide levels increasing or re-inhaling virus. Those things are not concerns around masks, but some people are unable to wear them for mental health reasons. 所以他也是说到了，只要是那个肺部有疾病的这些人你戴一些非医用口罩的话不是太有作用的是这个，所以这个他说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各样的传说那么真正有效的还是医用口罩，所以戴口罩是大多数是把防止自己的飞沫传出去。I know you've said previously BC isn't looking at this, but are you now looking at mandating indoor masks? 他说我们 BC 省针对口罩的政策有没有要修改。他说戴口罩还是很重要，特别是在室内的环境下如果大家在人和人之间距离不能保证的时候但是口罩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措施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口罩作为所有的措施的一部分，不能说只戴口罩其他的措施就不重要了。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同时还有其他的措施很重要，一起作用。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大家有效的减缓病毒的传播。所以大家也看到很多的在社区里边的病毒的传播，大家都没有看清楚这个很重要的就是缺失的行为就是以为戴了口罩什么都解决了他说口罩只是一个额外的措施，一层措施能够，所以他说主要还是大家远离人群，不舒服远离人群，经常洗手等等。所以他说所以当然说我必须强调，我还是要这个推荐大家戴口罩，特别是在这个公共汽车里边，或者是在密闭环境里边，或者是在大家不能够人和人之间安全距离不能保证的话，我是强烈建议戴口罩，包括在渡轮里边这样的话还是使大家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稍微理解一下为什么伯尼他始终强调戴口罩，不像我们理解的就戴口罩，他始终想怕人家以为我戴了口罩万事俱备了。他说不是的，戴口罩和其他的措施是一起的，戴口罩只是一个额外的一层保护那么他也是说他看到了，他说去公共汽车司机我们给他们一层玻璃的有机玻璃的隔绝，那么就不要让他们戴口罩了清楚大家清楚了也谢谢咪咪，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你们。Hi, Dr. Henry. Thank you for taking my question. I'm just wondering how much of a concern is asymptomatic spread in BC at this moment? I'm asking because Harrow Park told me last week that they ended their first deadly outbreak when they tested everyone who may have been exposed and found 4 or 5 asymptomatic cases and isolated them. And then at their most recent outbreak, they said within 2 days of it being declared that there were 10 cases and 9 of them were asymptomatic. So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about asymptomatic spread, and 这位女士问的就是无症状患者她说有些事情要澄清的。她说我们现在的公卫系统主要还是对长期护理院的调查跟踪因为要把他们这个所有的人都要隔离起来。everybody within either the affected unit or the affected因为有些人是有些是这个地方有些区域这个是受感染的，有些区域是没有都比较模糊不是区分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所以他说长期护理院只要有一例是觉得受到了阳性，那么所有的人都要去检测。他说我们很多时候说无症状其
实他们很多时候有些是很早也不是没有症状，或者症状很轻。That it may be that we're doing investigations and catching people before they develop their symptoms. 所以我们公卫系统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说先找到这些人，就算他们还没有发展出症状就要把他们找出来，因为这些阶段是最容易传播的。This virus spread to a group of people in a school, in a workplace. 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了这些这个症状是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去传。所以这个是我们公卫系统主要是考量的因素。所以我们只要就是要让他们积极去鼓励他们去测试我们还要调查他们是哪一种接触因为长期护理院是不一样的，长期护理院的人和人之间的都是长期亲密接触的密集接触的，所以长期护理院只要是有一例马上就所有人去测试。所以那个 BC 省的这一次的所谓的到现在来讲还是成功的话，主要是公卫系统的工作，特别是9月初又扩招了500个人去做这个跟踪调查这个工作，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Said he was very worried when the CDC's recommendations shifted away from testing asymptomatic people who were deemed close contacts of cases. And Ontario similarly faced backlash when they changed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So I'm just wondering where the contrast is in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Are they using a different kind of test than we are? No, it's all about nuance, unfortunately. I'm learning that that's not a good thing for people. But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are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So Ontario is doing a lot of, as Alberta was, asymptomatic testing. Just everybody go out and get tested, regardless of risk.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安省和阿省他们的做法是差不多不管有没有症状都可以去测，那么测试的时候就是大家传播很容易传播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还是重点的测试。And if you have a known risk, there may be situations where we need you to get tested as well. 那么他说我们 BC 省不一样，一个是有症状去测，第二个就是公卫系统让你去测试，或者是你觉得你到过风险的地方，那么你去测试。Periodically, so it's not if we get a negative test today, and I think what happened in the White House is a good example of that. You can't rely on testing alone. 那么他也说，我们举个白宫的例子就看到了，就算你今天是阴性的，不一定就是安全的那么很多人在说，就是在暴露过之后那么是在暴露过之后第5天或者是第7天的时候才发生，所以你可能第1天、第2天你就算阴性，不等一定就是一定是安全的because it's going to be negative unless I was exposed sometime before. It takes time for the virus 所以可能说要4天到5天这个是病毒在身体里边有产生抗体在血液里边发展包括浓度，包括病毒的浓度等等那么还有包括了这个测试的每一届的这个敏感度。But it is all about what we talk about pre-test probability. And when we look at, and I talk about these unlinked cases, they are people with symptom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with minimal symptoms that have been a contact of a case are ones we know about. And we know they have 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谈到了一些相互之间没有关联的案例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有些人有症状了我们也是测到阳性了，但是他不知道是哪里去传过来了那么这个提醒了我有一次记者问他我们 BC 省为什么不宣布第2波，他也说80%的案例我们都是连起来的，都知道来源的，所以这个和安省和魁省不一样，所以 BC 省现在不叫第2波。所以 BC 省的测试的重点不一样只要是有很轻的症状，主要是成人那么包括他们去过的风险高的地方去的都去测BC 省的测试策略还是不一样。
as well as school, kids have been back in some activities since September, things like soccer and hockey. 那么孩子们有些是开始打冰球、踢足球。Associated with youth sports organizations. 有没有孩子们已经通过这个足球协会的比赛能够得到？他说：“我觉得不一定确定，好像只有一例是这么传过来的。通过体育比赛或者是体育俱乐部是传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卫生条例措施在那边。我们也包括了限制家长们的观看比赛的划定他们的密度等等。And mostly those have been very effective as far as I'm aware. 他说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世界上都是这么。Which is in a similar vein, I'm wondering about adult recreation and sports because that's also. 那么这位女士又问了，是成年人的这个健身、体育。Couple months, people being able to go back to various recreation activities in their local rec centers, for instance, and I'm wondering. If there have been any problems with that or and any sort of transmissions that have been happening or whether that has been relatively okay to your knowledge. Yeah, again, it has been relatively okay. We've worked with the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I think gyms are another place where we've seen a lot of measures put in place. 他就说的，看到了我们的健身房已经很多的措施已经落实到位了，大家都可以看到了。一个是人口的密度第二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卫生的包括有机玻璃层等等。还有限制的人数等。Play pickup hockey with one team one night, another team another night. That's more risky. What we want to do is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able to have that important sport in their life, but do it in a way that doesn't increase your risk of coming in contact with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他说体育观赏对大家来讲生活是很重要的生活一部分，但我们不能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我们这个牺牲来因为有风险来牺牲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要找到平衡。所以他说也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卫生条例在里边希望那个人手越说越好包括更衣室的设置限制already dressed, so we're not going into 包括还有更衣室他们有人流去这个包括游泳更衣室怎么去使用更衣室他说现在目前为止还是行之有效还是安全的我们还是会这么做我据说了就是说游泳的地方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像我们中国一样就是一场一场来了本来是你进去就无限制游现在可能就是统一的就是有个50分钟然后就去换衣服人全部走空了再进去一批人换衣服再游泳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No mask wearing by officers, no physical distancing, and being in the cell with another person who was had a nasty cough. Yeah, so 谢谢网友们，谢谢。Disturbing things. I don't know this particular case, but 陈淑华，谢谢你，谢谢网友鼓励今天收到一下子收到这么多网友的鼓励，谢谢大家。Who has an obligation to look at these issues on behalf of the correctional system? I would also suggest that the local police service, if it was a local jail that would 那么我再把昨天发生的新增的案例的数字告诉大家昨天24小时里边新增了110例总数到了10066个了现在是突破1万个了那么记录在案的 active 的 case 是1394个其中住院的是76个这个是明显增加了10月5号还是16个在重症监护呢没有增加是17个原来是16个这个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新增1例死亡 But the ombudsperson is a place that you can go to register concerns and the local I'm not sure if it was a provincial facility or whether a local facility but again making sure that there is a complaints process within the local police services that they can access as well. Do you have a follow-up, Lisa?
Yes. So is there a requirement for local police services or local RCMP detachments to also have COVID safety plans in place? 那么这位女士问的主要是警察的卫生的措施。她说本地的各个派出所警局不是派出所，警局的有没有这些有安全的措施？她说有，都有啊。是听雨对重复你的话。现在呢，是她也因为有一位女士记者问她的就是我们的大人的健身场所的卫生措施。那么她也是说到了更衣室，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的更衣室就是统一可能说原来这个更衣室是50个人，现在是比如说只能10个人，大家换衣服，换完衣服去游泳，游泳完了就回来换衣服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再换一批人进来。所以大家如果去游泳的话，一定是事先在网上先注册，先登记这个是数理是这样了。希望大家也可以补充，其他的各个城市可能不一样。Roughly 4,000 of those have been in roughly the last month since about September the 3rd. So it's kind of frightening, the numbers, 100 plus every day. But when I look at the numbers of active cases compared to early September, 这位男记者问的是 at any one time, and the amount of deaths since September compared 每天新增都是3位数了包括active case 现在也是有些多。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的 COVID and all these increased cases, it's scary, but it doesn't seem. 他是说大家对这个新冠病毒的惧怕，这也理解，是不是没有那么跟3月份、4月份比起来没有那么严重。Every time we have cases, you know, 100 a day seems like an 他说现在每天都有新增3位数的新增他说我们看到的增加的每天不是突然增加的，这个都是每天慢慢增加的。这个跟全世界其他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曲线不是突然往上走是慢慢上升的所以这个我们是每天观察这个。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担心，主要是这个医院的资源包括所以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个病毒的真实性，我们了解很多了。就像川普说的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了所以跟这个一开始我们的防疫是完全不一样，观念不一样。所以他说我们还是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And it spreads between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and for most people, they have quite mild illness, and they recover from it. 所以他也说，很多人就算有了新冠，那么症状很轻，马上也恢复了他说住院的主要还是老年人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老年人保护他们所以现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取得我们的平衡，又要安全，又要开启我们的生活，开启我们的工作，开启我们的学校。所以是的，我们现在还在看到病毒的传播，但是我们还是要如何的安全的去做这些事情不能说有病毒了我们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要勤洗手戴口罩人和人保持距离，不舒服待在家里所以这些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每个人就会不要避免很多人的聚集不要很远的地方去旅游如果你跟其他人接触过了或者有这个风险了，那么就待在家里我们也是希望人群聚集少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怕就是很多万一有阳性的人能够，因为你人群聚集一多，我们的公卫系统跟踪调查就很难。
他说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这个超级传播者，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超级传播的事件那么现在呢慢慢已经没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输入的导致了我们现在的有些数据我们所以现在一定要找到平衡的办法又要工作又要生活又要安全，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有阳性案例了就把它隔离起来不要让它再出去，所以用中文叫闷起来。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是我也知道这个大家这个要回到真正的平常正常还有点还难度，所以我们也是要心存感激大家能够按照我们的行为规范去做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还有几个月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要坚持。那么现在还是说到了这个 vulnerable 就是那些易受攻击的，现在主要是说到老人如何保护他们。And they're saying that we're not the sick people. We can go in and I know you're waiting to get more staff in there, but they're saying we can augment that staff. We can help feed people. We can help care for people. We're not sick, but they're being stymied about getting in there. So why can't some of the help be some of the family members who are very careful about their bubbles? Yeah, and I do appreciate how challenging it is for people. 这位记者其实不是在提问题，他是在说他自己的立场。所以提问题就是要把我们的疑问提出来，不是说你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这个 And there's two things about this. One is that the workers in long-term care, by necessity, need to care for all of the residents in that facility.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这个在长期护理院工作的员工你自己要注意你面对接触的这些人，所以你的责任很大，你要保持你的这个养老院也要安全。所以只要有一人是在阳性的，那边的风险就会很大。The residents in that community. So it is a very fine balance that we have to find in long-term care. 所以他说在长期护理院来讲，我相当理解。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快速控制住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困难很挑战包括了这个人防护服防护措施。 The downside is that when we have a slip up, when there is an entry of the virus into a facility, it can spread so quickly and be so lethal. 那么他说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长期护理院只要有一例进去了之后，马上就会传播很大，所以这个很挑战，很困难。他说很困难，很困难，我知道。那么好，这个今天的这个 Bonnie Henry 的现场的解说呢，他现场是讲到这儿。那么我会把数字再会给大家说一下，在过去24小时新增了是110例，总数是10066例。所以刚才这个也是 Bonnie Henry 说了今天是我们 BC 省第一次突破了10000例。我相信接下来的不管是自媒体也好，网站也好，电视也好，一定是这个标题破10000了。那么各个卫生局的分布情况是，飞沙卫生局是最多了5174，因为飞沙卫生局下面的人口最多，它包括了我们华人大多数居住的熟悉的什么本勒比高桂林三联市树里Delta Lanley 包括阿波茨福等等Lanley 阿波茨福应该也是好像是。那么这个沿岸卫生局也就是列治文、温哥华、西温、北温，那么他们是3693例，那个岛上最低223例。内陆卫生局是557例，北部卫生局是320例，在 BC 境外获得的是89例。这个110例里边呢，有1例是疑似那么在这个记录在案的是1394例，住院的是76例，重症监护的是17例，
昨天很遗憾有1例死亡。那么现在呢，超过了3100个人还是在我们的公卫系统的工作人员的监护下自我隔离。好了，各位观众下一次的现场我估计是在周2了，因为这个是规律了9月份的劳工节是周1，他们没有做，那么放到了周2。我相信下个礼拜的1我们是感恩节，那么下个礼拜2，那么感恩节马上到了，也是借这个长周末来临之际，祝各位网友感恩节快乐，让我们感恩于现在，感恩于一切，感恩于我们现在还好好的活着，还在这个受上帝恩惠的加拿大我们这样孩子一直是这样，所以也是感恩，很感恩上帝，感恩我们所受到的一切感恩大家，也感恩我在这里，也感恩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在这个大半年来我每次做直播给我的支持、鼓励、鼓舞，也感恩大家。那么祝大家长周末愉快，我们呢下星期2再会。